因为有个网友提了一个 AutoHotkey 的问题，我检查了一下以后，发现原来 AutoHotkey 从 1.1.28 这个版本开始已经提供函数热字串的功能 Function Hotstrings。那透过这函数热字串就可以直接在热字串的设定里面直接写脚本的程式，这样子已经突破了以前热字串的一些操作。以前我都以为热字串就只能写一个字串的替换，没想到现在已经可以在热字串的设定的后面开始写程式了。像我后面这边呢，就是写了一段程式。以下我就透过这个简单的范例来介绍一下函数热字串的一个使用的方法。下面我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一个范例。首先我定义了3个热字串，输入的字串都是 BTW。第一个热字串呢，用了 C 这个选项设定成必须全部使用大写。然后第二个热字串呢，也是用区分大写，但是只有第一个字母是大写的 B， 后面 TW 两个是小写。那接着后面没有指定选项，但是就是用 BTW 表示说任何的组合不管3个字母的大小写的状况，通通都会被触发。那这3个热字串呢，全部都会执行下面的这一段程式码。这一段程式码呢，给它定义了一个函数的名称，这个函数的名称就叫做 BTW。首先我们从 A 底线 thisHotkey 取得刚刚触发这个动作的热字串是什么，因此有可能是第一个热字串，有可能是第二个热字串，也有可能是第3个热字串。所有触发的这个热字串的内容就会储存在 A 底线 thisHotkey 变数里面，我们把它储存到 HS 变数里面，接着再判断这个变数的内容来决定要做什么操作。首先如果输入的热字串呢是冒号 C 冒号 BTW， 就是第一个热字串的话，就送出大写的内容。如果是第一个字是大写的，就送出 B 是大写的内容，其他就全部送出是小写的内容。那这个就是可以在这边写热字串的一个结果下面就可以来做一个测试。如果定义了 AA 这个热字串它是直接输出 Hotstring 这个值的话，看它结果会是怎么样。然后接着再用 BB 送出函数的内容。那这个 CC 就是直接使用热字串函数的写法。那最好每个函数后面就是多加上一个 return， 免得像这个 CC 的设定它继续往下执行了。因此这边最好记得加上 return。那 DD 呢，就是用 try catch 的方法，再用 Hotstring 这个函数把原先定义的 BTW 呢换成了另外一个定义。下面我们就可以来直接做一下测试我们现在进入 Adventure IDE 里面，这边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所有的程式码。我们先开另外一个分页，然后我们可以测试一下，如果输入全部大写的 BTW 再按空间棒，它会立即就输出了大写。那如果第一个字大写的话，再按空格，它就会出现第一个字是大写的状况。如果全部是小写，就是全部是小写。这个是刚刚这个 BTW 函数这3个热字串定义的内容。那后面我们就会来试试看看这个 AA 就是直接用热字串定义，因此后面是定义什么就直接输出是什么，它没有办法对这个 Hotstring 做任何的变动。那这个 BB 就是直接执行刚刚这3个热字串定义的函数，看看它会怎么样。你会发现它其实就是直接输出 BTW 没有任何特别的用法它直接把后面就直接输出了。我们再执行用这个 CC 看看这个 BTW 这个函数到底会不会被执行。我们输入CC空白，结果它真的会输出 BTW 这个内容了。因此其实是可以这样子使用。我在热字串这边定义这个函数以后，其实在以后的热字串里面我可以用 BTW 函数直接来校用这个函数的内容，它会根据这个内容直接再来做输出了。只是不能写成像 BB 的这个写法，而是必须写成程式码的这样子的写法，就可以来使用这个函数了。再来看看这个 DD 这个 DD 是用 Hotstring 这个函数把原先冒号 BTW 这个设定原来是这样子的内容，我们直接把它给换掉。那也就是将来可以透过这 Hotstring 呢动态的去变更热字串的内容。本来它是会执行这边设定的函数，但是我们把它变更成是只会输出 BB TT WW 这几个字串。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执行的状况首先要让它执行 Hotstring 的变更的动作所以我们要先执行 DD 这一个热字串。执行了 DD 以后好，它不会做任何的输出了，因为我们只是变更它的内容。接着我再直接输入 BTW 这个热字串，它的设定其实已经被改掉了，会看到它就变成是 BB TT WW 了，而不是原先我们定义好的 by the way。好，那透过 Hotstring 这个函数就可以动态的去变更
某一个热字串原先的设定的内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这个 function hotstring， 透过它就达到让热字串也可以做程式处理的一个功能的。这个是在 1.1.28 以后才提供的。其实 1.1.28 是2018年更新的版本啊，只是一直我都没有使用到，因此都不晓得它有这个功能。今天就介绍这一个 function hotstring 给大家，希望大家也知道了热字串可以做这样子的处理了。以上介绍到这边，谢谢各位。